一位年轻妻子在火灾事故中不幸丧生。由于现场没有发现可疑迹象，也没有具备作案动机的嫌犯，所以本案被认定为意外事故，很快做了结案处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真相也不会就此埋没。时隔多年后，一位知情者的出现让本案迎来反转。在揭露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混乱关系和阴暗歹毒的计划后，警方抓获了一位披着神圣外衣、道貌岸然的凶手。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接下来让我们走进这起案件。大家好，我是大熊。今天分享的案例发生在美国华盛顿州布雷默顿。该市位于普吉特海湾对面的吉萨普半岛，距离西雅图以西大约14英里，人口约为44000人，隶属于吉萨普县，是该县最大的城市，也是吉萨普海军基地所在地。主人公丹恩出生于1969年12月5日，她是家中的独生女，成长在布雷默顿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家庭。大约在4岁时，丹恩受到父母影响，确立了自己的信仰。随后的20多年里，宗教成为了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小到生活方式，大到读书和结婚，都有着深远的影响。丹恩高中就读于布雷默顿的一所基督教学校，毕业后又去西北圣经学院深造了2年时间。在这期间，她获得了文学副学士学位，并且结识了未来的丈夫尼克。尼克是华盛顿州本地人，他与丹恩一样，成长在一个信奉基督教的家庭。大学时期的尼克是个极具人格魅力的有志青年，他热衷于传教布道，对圣经也有一定的理解，因此很快俘获了丹恩的芳心。两人于1990年4月结为夫妻。婚后，丹恩找了一份信贷员的工作，而她的丈夫尼克则去了布雷默顿的社区教堂，成为了一名青年牧师。虽然尼克当时只有20多岁，并没有太多传教经验，但他很擅长调动气氛，讲话也非常具有感染力，因此很快就在教会积累了一批忠实的追随者。许多信众都对尼克非常信任，认为他所说的每句话都是上帝的旨意。然而与教会中其他年轻夫妻不同，丹恩和尼克没有为了延续信仰着急生育子女，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的经济状况不佳。实际上牧师的工资差距很大，据我了解，收入高低大致取决于所在地区、宗教教派、教会的规模和财务状况，以及牧师的经验等等多种因素。但不论如何，尼克属于收入较低的一类，他们一家的生活开支基本要靠丹恩的工资才能维持。为了改善现有的经济状况，丹恩和尼克开始从事房屋买卖生意。简单来说，就是把自己低价购买的旧房子升级改造，然后再通过高价出售，从中赚取差价。为了这门生意，他们在接下来的7年里，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搬一次家，这给两人的生活造成了诸多不便。1997年1月，丹恩和尼克再次购买了一栋旧房子，不过这次他们不打算继续出售了，因为通过前几年的积累，两人已经攒下了一定的积蓄。然而现实往往事与愿违，购买的旧房子还没有完成升级改造，灾难就降临在了丹恩身上。1997年12月15日，这一天是周四，也是圣诞节。在这个欢快的节日里，丹恩一反常态地向父亲说了一些奇怪的话，表示他即将与上帝同在。 She said, I'm ready to go. She said, if I were to die, I'm ready. 丹恩的奇怪言论并没有引起家人的注意，但他似乎已经预感到了危险，所以在晚些时候又给最好的朋友尤尼斯打了电话，表示他们要尽快在一起吃顿晚餐，不然以后就没有机会了。There was a message on my machine from Dawn saying, we need to get together for dinner, we need to do it soon. Call me, and it was late. 丹恩的这通电话没有打通，当朋友尤尼斯看到消息时，已经是午夜时分，所以尤尼斯没有立即回电，而是决定第二天早上再与丹恩联系。然而也就是这个决定，让尤尼斯留下了终身遗憾。第二天早上，两人已经天各一方，再也无法相聚。1997年12月26日早上7点左右，布雷默顿消防局接到紧急通知，有人报告称尼克夫妇家中发生火灾，于是他们立即前往现场展开了灭火工作。当消防车赶到时，大火已经吞噬了大部分房屋，历经数小时的努力，火势才终于得到控制。在对现场检查后，消防员在大火燃烧最猛烈的卧室发现了丹恩的尸体。当时他正躺在床上，身旁不远处有一个电加热器和一个尚未使用的丙烷罐。
从现场的情况来看，应该是电加热器引燃了周围的物品，导致了火灾的发生。但经验丰富的调查员很快发现了一些不合理的地方。首先，戴恩在火灾发生时没有自救，也没有逃跑，正常来说不太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其次，卧室里除了有一些易燃易爆的丙烷罐外，电加热器周围还有许多包装纸燃烧后产生的灰烬。这些物品为什么会出现在特定的位置，让火灾调查员感到有些怀疑。不过就目前的情况来看，火灾发生原因的确是由电加热器引起的，但究竟是偶然还是有意为之，需要结合戴恩的尸检报告才能做出具体的结论。由于本次事故出现了人员伤亡，警方很快到达现场协助调查。他们首先联系了戴恩的丈夫尼克。事发时，尼克正在户外与朋友一同打猎，他对妻子戴恩的遭遇感到非常震惊。在难过之余，尼克向警方详细解释了火灾调查员发现的各种疑点。根据尼克的说法，他们家目前正在进行升级改造，因为供暖设备和厨房还没有安装，所以他们最近一直在使用电加热取暖。而现场发现的丙烷瓶实际上是他们用于加热食物的燃料，由于家中正在装修，没有适合存放的地方，所以暂时放在了卧室。另外，事发前一天刚好是圣诞节，那晚他和戴恩在卧室拆了很多圣诞礼物，但由于事后没有及时清理，所以这些礼物包装就被滞留在了卧室里。至于戴恩为什么没有自救或者逃跑，尼克则表示并不清楚。不过他提到，戴恩最近因为感冒一直在服用处方药，这种药物具有一定的助眠作用，可能是导致戴恩没有做出反应的原因。警方对尼克的说法有些怀疑，他们不太相信会有这么多巧合的事情，但由于火灾发生原因还没有具体结论，所以警方也就没有进一步调查。大约过了几天后，消防局对本次火灾事故做出了最终结论。火灾调查员根据已掌握的情况，认定这是一起意外事件，而非人为原因。主要的依据来自法医提供的尸检结果。由于戴恩身上没有外伤，法医根据这一点排除了他遭遇他杀的可能性。不过这份尸检报告也并不是完全没有问题，其中有一项检测表明戴恩血液中的一氧化碳含量很低，这说明他在火灾发生时就已经停止了呼吸。不过法医认为这可能是戴恩在事发时受到外部刺激，出现了喉痉挛症状。简单来说，就是喉部肌肉突发性收缩，导致空气无法进入呼吸道。虽然在现实情况中，喉痉挛引发呼吸道完全阻塞的情况非常罕见，但由于这是法医的结论，具有很高的权威性，所以没有人提出质疑。本案就这样被定义为了意外事故，随后便做了结案处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真相也不会就此埋没。时隔多年后，一位知情者的出现推翻了所有结论，让本案重新回到了警方的视线。2001年4月，案发4年后，一名叫桑迪的女子突然找到警方，表示愿意揭示案情真相，但前提条件是警方需要与她签署一份免责协议。警方对桑迪其实并不陌生，她是布雷默顿社区教会的知名人物，常常以先知自居。另外，桑迪还曾担任过戴恩丈夫尼克的个人秘书，所以他的话具有很高的可信度，于是警方接受了他的条件。根据桑迪的说法，尼克在教会中享有很高的声誉，除了传教布道的本职工作外，他平时还会帮助教会中的年轻夫妻解决一些感情问题。大约在1997年初，桑迪因为与丈夫发生矛盾，找到尼克进行了情感咨询，但尼克不仅没有提供任何帮助，反而利用这个机会给桑迪灌输了错误的思想。尼克通过这种方式达成了与桑迪发生关系的目的，并且事后又为了减轻桑迪的负罪感，大言不惭地表示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旨意，他们不会因为偷情遭受惩罚。在尼克的不断洗脑下，桑迪逐渐迷失自己，成为了尼克的情人。此后的一段时间，尼克经常假借上帝的名义说一些有力的话，用来减轻桑迪的心理负担，还曾多次表示他和桑迪将来会重新组建家庭。原本桑迪就是一位虔诚的教徒，并且对尼克一直非常信任，所以他从未怀疑过这些话。在尼克的不断心理暗示下，桑迪在1997年中旬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据说她梦到自己将在不久后与丈夫离婚，还梦到尼克的妻子戴恩会在12月31号去世。桑迪把这个梦告诉了情人尼克，尼克听后表示这个梦是上帝的启示，桑迪已经拥有了预知未来的能力。所以从那时开始，桑迪就信以为真，常常以先知自称。
然而实际上桑迪只成功预言了自己的婚姻，但关于丹恩去世的梦直到12月中旬也一直没有实现。那段时间桑迪非常焦虑，最后忍不住给尼克打电话谈论了这件事情。然而自从与尼克交谈后不久，这个梦很快成为现实。火灾发生后，尼克第一时间将丹恩去世的消息告诉了桑迪。一开始桑迪认为这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并没有察觉到任何异常。直到事发3个月后，尼克在一次聊天中亲口承认他杀死了丹恩，那时桑迪才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不过考虑到他们将会组建新的家庭，所以当时桑迪并没有举报尼克。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尼克迎娶桑迪的承诺不仅一直没有兑现，更可气的是，在此期间他又与多位女性中建立了不正当关系，这引起了桑迪的极大不满。出于报复尼克的目的，桑迪才决定站出来揭露事情真相。警方对桑迪的说法感到非常意外，因为毕竟尼克是一位具有影响力的牧师，谁也不会想到他会做出这种事情。不过后续的调查全都印证了桑迪的说法。布雷默顿社区教会的上百位信众中，有多位女性讲述了与桑迪差不多的遭遇，其中最让警方感到震惊的是，这里面竟然有丹恩的母亲，也就是尼克的岳母戴安娜。Personal struggles with just wanting to escape from everything, but it led to other things, which I'm very ashamed of, things that I did, but at the time it was just my way of escaping. I said that I was hoping that I could be Dawn for him. And he told me, then in response, he said, no, he says, I don't want you to be Dawn. I want you to be yourself. And he said he wanted to love both of us. 戴安娜的遭遇与其他几位女性受害者稍微有些不同。尼克非常善于发现和总结对方的弱点，所以他主要利用了戴安娜失去女儿的痛苦，达成了自己卑鄙的目的。但根据其他几位女性受害者的描述，尼克本身并没有太高深的技巧，他惯用的手段主要是利用自己牧师的身份，还有假借上帝的旨意，把要做的事情变得合理化，从而达成自己的目的。不过这些发现只能说明尼克存在道德问题，并不能证明他与本案有直接关系，所以警方还需要寻找其他证据。通过查阅当年的事故分析报告，警方终于发现了之前尸检中存在的问题，于是他们将这份尸检报告交给了几位权威的法医专家重新评估。最终的结论是戴恩死于他杀，并非意外事故。在几位法医专家的背书下，尸检报告得到修正，随后警方立即以谋杀罪逮捕了尼克。面对警方的指控，尼克始终不愿承认罪行，不过警方已经掌握了大量线索，还有桑迪讲述的犯罪经过。根据这些信息，警方还原了案件的真相。尼克在担任牧师期间受到了很多人的追捧，这使得他自信心爆棚，从而产生了邪恶的想法。尼克首先用提供情感咨询的方式筛选了一批婚姻不幸的女性众，其中桑迪是最早与他有过接触的，也是关系最亲近的女性众之一，所以尼克对桑迪较为看重。为了给桑迪减轻偷情产生的负罪感，尼克在两人交往期间说了很多不着边际的话，这给桑迪造成了心理暗示，所以他才梦到了戴恩去世。然而原本这仅仅只是一个梦，并没有特殊的含义，但尼克为了圆之前的谎话，就给桑迪的梦赋予了特殊意义，这也为以后的悲剧埋下了伏笔。实际上尼克早就产生了离开戴恩的想法，因为他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伴侣，但由于他所在的教会对离婚有一定的限制，再加上桑迪的梦境一直没有实现，所以综合考虑下，尼克就产生了杀死戴恩的想法。事发前一晚，尼克借着戴恩生病的机会，给他吃了一些有助于睡眠的药物。等到戴恩完全入睡后，尼克使用较为隐蔽的方式窒息了戴恩，然后又在第二天一早巧妙设计了一场火灾，掩饰自己的罪行。尽管尼克的计划堪称完美，但却没有办法掩盖戴恩在火灾发生前就已经停止呼吸的事实。
然而可惜的是，这一点并没有引起法医的注意。法医可能认为尼克是一位受人尊敬的牧师，不可能会是凶手，所以带着先入为主的心态为尼克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解释。也正是法医的重大工作失误，导致尼克白白逍遥法外了4年时间。2002年12月26日，戴恩遇害5年后，本案进入了审判阶段。桑迪作为检方的关键证人出庭指控了尼克的罪行，同时戴恩的母亲戴安娜以及其他几位遭受过尼克操纵的女性也出庭指控了尼克。本案的审判持续了数周时间，最终陪审团做出了有罪的裁决，尼克因谋杀罪、纵火罪被判处终身监禁，不得假释。尼克对这一判定结果表示不服，6年后他提出上诉，经过最高院的重新审理，尼克的刑期从终身监禁改判至26年零8个月监禁。因为根据该州的法律规定，谋杀发生在纵火之前不适用于叠加罪行，因此尼克减少的主要是纵火罪的刑期。2025年，也就是2年后，尼克将有机会获得假释。好了，本期案件分享到这里也就结束了。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请帮我点赞加关注，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我是大熊，下期见。